继今年4月首次前出西太海域进行远洋演训之后，解放军航母山东舰再次整装出发前往这片远海海域。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山东舰的航行路径最近时距离台岛最南端仅约60海里。台媒惊叹，这是山东舰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一次航行。在台北举办的一场地缘政治高峰论坛上，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表示，台当局只有放弃台独，两岸才能保持和平。 台防务部门11号发布消息显示，大批解放军舰机连续2天在台岛周边活动，其中11号上午5时起，解放军歼16、苏30、空警500及无人机等各型机计13架次在台岛周边展开行动，其中11架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延伸线。 引起岛内舆论强烈震动的是，当天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编队位于台湾本岛最南端的鹅銮鼻东南方向60海里，约110公里，朝东航行，进入西太平洋航训。这是山东舰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一次航行。台防务部门随即发布一张模糊图片，展现所谓掌握状况。 今年4月初，山东舰进入首次远海训练时，曾从鹅銮鼻外约200海里处经过，穿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台空军当时紧急出动 F-16V 战斗机，拍摄了一张模糊不清的山东舰照片。完成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联合演习后，山东舰又于4月24号左右，从距离鹅銮鼻东南方约120海里处返航。 岛内媒体报道称，山东舰这次又朝台湾本岛推进80海里。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向深圳卫视表示，这次山东舰与台湾本岛的距离进一步缩小到只有60海里。对于航母舰载机而言，如此短的距离几乎是刚起飞就逼近台湾海岸线的感觉了。 如果放飞歼15，3分钟即可抵达台岛，而这种近距离逼近对台湾方面产生的震慑效果，其实也正是航母战斗群的最重要日常作用之一。航母战斗编队上面的主要攻击手段是什么？要靠舰载机。舰载机的有效攻击半径是在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就是要在防区外使用武器装备，才能确保自身的武器装备处在有利的状态。作为航空母舰战斗编队， 它需要距离对手的海岸线要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就在于对手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制海的装备。你像台湾当局拥有包括鱼叉在内的反舰导弹，还有雄风在内的反舰导弹。这些反舰导弹它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甚至更远。如果真是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首先第一轮要打击对方的反舰能力，打击对方的抗登陆能力。 如果这些军事装备都已经被悉数摧毁，那么作为我们的航母战斗编队，距离海岸线近一点也无所谓的事情。宋忠平认为，山东舰年内第2次前出西太，凡是航母所涉及的所有科目都有可能演练，包括舰载机和航母之间的协同作战、区域防空、反导、反潜以及对地、对海攻击等。 解放军的航母作战编队实现常态化到台岛东部及西太海域演训，也就意味着这些海域今后不再是陌生海域了。作为台军来讲，在台湾岛的东部有大量的军事部署，无论是海军、空军都有大量的军事部署。但是由于台湾岛的中央山脉的限制，要想对台湾岛东部的军事目标实施攻击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有战斗装备，尤其是航母战斗编队在台湾岛的东部加以攻击。 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解放军派航母战斗编队到西太地区，是为了预防域外势力的干预，都需要在西太地区来拒止其他国家的介入。 事实上，除了山东舰航母编队逼近台湾本岛外，值得注意的是，11号当天，日本防卫省同样发布新闻稿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共计8艘解放军海军舰艇，分2个编队从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东南方向的太平洋航行。军舰包括052D、052C 型导弹驱逐舰以及054A 型导弹护卫舰等。 外界猜测，如果这8艘舰艇在西太与山东舰航母编队会合，将组成一支空前规模的航母编队。此外，这2个编队也有可能展开海上攻防分红蓝对抗。宋忠平分析称，台岛以东海空域是封控台岛的重要一环。在解放军未列装航母之前，台军曾制定保存实力的东输方案和计划，同时相关域外干涉势力也试图从台岛以东海空域来强行介入。 这对打击台独势力和遏制强敌介入提出了挑战。
而现阶段，解放军航母编队从根本上完成了在台岛周围形成密不透风的风控闭环，特别是彻底弥补了台岛东部海空域的薄弱一环，从而打破台独势力向东逃窜的企图和乞讨外援的幻想。解放军已完成对台岛势力瓮中捉鳖的布局。一场演习，从战略级别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有其战略目标。但是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实施，需要有各种各样战役级别的演练、战术级别的演练。比如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在台海东部进行演练，包括我们另外其他的水面舰艇也可以在其他的西太地区进行演练。这些演练看似是不关联的，实际上是关联的。它是整个一场战略级别演练的各个分战场、各个战役级别的演练。为什么？因为解放军未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台军，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些海域齐头并进举行军事演练，甚至各个军兵种都要介入，就是着眼于最坏的打算。岛内舆论认为，山东舰航母编队作为体系力量参与环岛演训，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就在9号，美国约翰逊舰、加拿大渥太华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称，此举是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展示美国及其盟友对维护一个所谓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当日表示，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10号访问越南期间，还碰瓷台海，称中国大陆近期不会对台动武。9月11号，一场地缘政治论坛在台北举行。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论坛上指出，台海因政治因素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远高于军事因素，而最有可能引发战事的政治因素正是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人艾利森强调，台湾所能做的就是不要成为问题的肇因，不要成为挑衅的一方。马英九在开幕致辞时指出，他2016年卸任后，两岸关系快速恶化，增加了民众的危机感。今年8月，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的所谓“新两国论”已严重危害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令人忧心。他强调，美国与西方如果真正关心台湾，就应该鼓励两岸对话谋和，这才是对各方最有利的和平政策。If we have no de jure independence for Taipei and no use of force by Beijing, there's no reason we can't preserve this status quo. 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通过视频发言，他向与会者强调，中美关系不能用冷战来形容，双方全面脱钩代价太大，美国的盟友也未必跟进，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无论如何，美国与西方都需要面对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After all, more countries count China than the U.S. as their leading trade partner. 参与论坛的新加坡前外长马凯硕也认为，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结束，很多国家跟东盟一样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因此都不愿选边站。马凯硕指出，中美对抗的结果更难预测，因为美国不再像美苏冷战时期获得多国支持的明显优势。唯一肯定的是，两国对抗在未来10年会变得更严重，其他国家不愿被卷入中美博弈。